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有许多粉丝朋友们私信炸我，是不是不跟 ACP 了？因为我好像确实已经1个礼拜都没有更新了。正正亲爱的粉丝们对我断更的定义可能只有1到2天时间，真的对我做 ACP 的渴望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其实大家不用担心，我并没有断更 ACP， 只是因为好的作品一定需要时间的打磨，所以今天赶紧给各位正正的好粉丝们安排上。在上一期的留言下面找到了这个叫做亚历山大守望者的 ACP， 我就隐隐约约有不祥的预感，去搜了一下，果然在意料之内。小破站里面又是404，哎呀，我亲爱的小粉丝们又喜欢搞我是不是？没关系，这种壮大的使命也只能我来，因为在 B 站里面也找不出第2个正正可以替代我的风格，所以先3连再观看。新朋友们看完再关注，你们的支持是我做下去的动力。本期视频非常精彩，你们得看到最后1秒才能体会到这个 ACP 的真正强大，因为这个 ACP 并不是第一眼看上去非常厉害的那一类。下面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让我亚历山大的 ACP4001。SCP-4001 被固定在一个伪装成仓库的钢筋混凝土掩盖体中，该掩体是为隐藏在埃及亚历山大市而建造的。基金会已经购买了仓库周围的地皮，上面的建筑物目前已经租给了许多企业商用，来掩盖真相。任何试图进入仓库的所有平民和未经许可的工作人员都会被拒之门外。仓库中发现的任何不该出现的人将被拘留审讯，最后删除记忆。如果入侵者不配合，那么可以用武力解决。SCP-4001 是由一条隧道组成的，该隧道向下通向前厅，连接到一个地下15米处的楼梯，沿着楼梯即可进入一座塔中，从塔出来就可以到达一间堆满书架的巨大房间。在这里，我用了星际穿越的画面素材，因为在我的脑海里也只有用电影中的画面来形容了。从文字的描述来看，两者是很相像的。你们可以脑补一下，这个房间不符合欧几里得几何形态，人可以在任何一个方向上行走，而且最终都可能返回到原点。这个房间存在于超维空间中，只能通过门口访问，它内部空间完全扭曲，就像是一个无限空间。整个房间宽度只有312米，而长度却能到达1200多公里，也没有屋顶。在使用视觉辅助或者光线适当的情况下，望向特定方向后，可能会在远处看到自己。这个房间被书架填满，每排书架高达2.8米，长100米，排列整齐。在书架之间留有2米的距离作为走廊，每50个书架有安装一个电灯，是 SCP-4001 内唯一的光源。因此 SCP-4001 内大多数的空间处于低亮度，这些灯的能源是来源未知的。地板被一张坚实的地毯完全覆盖住了，站在房间里面的人都听得到稳定的翻动声，时而还会听到很大的嗡嗡声，像是重击的声音。声音的来源是书架和上面的新书，这种情况会持续发生，而且没有任何明显的来源。简单点说，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图书馆。那么里面那么多书架上面的书是什么呢？其实 SCP-4001 内存放了至今为止全部人类的完整档案，而且还在持续更新当中。每个存在过的人类在此档案库里面都有一本相对应的书籍，详细记载了人生当中所有的重大事件。随着新生命的降临，档案库中也会相应添加新的书本。书架上的书本并不是五花八门的，每本书的厚度与尺寸完全相同，约为一本标准瓶装小说的大小，但其页数会随着本人的寿命及成就广度而不同。每本书的内容完全准确，所以说 SCP-4001 是地球上前所未有的最完善的情报资源之一。储存于 SCP-4001 当中的书以出生时间顺序排列，书籍和封面上都刻有相对应人员的名字。预计最早的书本对应着75000年前出生的人类，总数量约为1200亿本。书本的内容代表了其对应人员的真实历史，并具有绝对的真实性。改动书本内容会对现实产生相应的影响，记忆、位置、物理状态乃至整体存在都会随书本的内容的变动而变化。如果在书内对重要的成果或者生活中的事件进行增减或修改，那么这些变动也会第一时间发生在对应的人员身上。这些书本并不是被禁止翻阅的，不仅可以从书架上拿下来自由阅读，还可以被扫描、复制、拍照，不会产生任何负面的影响。如果书本随意放回书架的某个地方，那么书本将消失并重新出现在原来的位置。如果有人试图将书本带出档案室，那么书本也会自动消失并回到原来的书架上。SCP-4001 出现于19世纪，具体几年没有记载。基金会是在对亚历山大城的旧城区考古发掘过程中意外发现的，发现的时候迅速隔离了该地点，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记忆删除。基金会在挖掘现场工作了几个月，偶尔假装找到了一些陶器或者骨头，
头，以避免引起怀疑。由于当时对 SCP-4001 的能力范围完全没有了解，最初进行的实验都非常谨慎。一旦研究人员意识到档案的内容和书籍的基本性质，就派出最先进的队伍，用补给品在感兴趣的位置放置旗帜做记号。因为书架上没有任何标记可以来区分，探险开始后的第17天，第一支进阶队伍在 SCP-4001 内遇到了一个活着的个体，命名为 SCP-4001-1，它自称为亚历山大永恒的守望者，在 SCP-4001 里面已经存活了将近2000年。事实证明，对 SCP-4001-1初步处理很困难，因为它不会用现代语言，并且基金会的任何人员都不会流利地说希腊语。博士在 SCP-4001 内对他进行了采访，他年事已高，整个采访过程使他精疲力尽。对于博士的自我介绍， SCP-4001-1不以为然，认为他是盗墓者，打扰了 SCP-4001 的亲近将受到诅咒，并质问博士：你为什么要打扰亚历山大呢？你和谁一起侵入的？罗马人还是希伯来人？似乎 SCP-4001-1还停留在罗马帝国时代。然而，大约在1400多年，罗马帝国就已经消失了。后来，根据 SCP-4001 的能力，基金会进行了多次测试。首先，测试对象为 D0546，一个健康的35岁男性，找到了对应他的书本，写下了失去所有的头发。果然 ，D0546开始脱发了，75秒内全部掉光。另一次测试当中，还写下了遭受心脏病折磨而死。第二天，测试对象就被报告于死于心脏病发作。所以 SCP-4001 还能用来杀人。除此之外 ，SCP 基金会还能通过改编书本的内容，改变某个人的性别。这次的测试对象是 D0120，他遭受了严重的流鼻血和头痛，外观从男性变成了女性，稳定下来后失去了知觉。随后 D0120 被施予急救，并删除记忆。自此以后 ，D0120 表现出性别不安，但仍然认为自己是男性，并要求进行生殖器重建手术。还有一次特别的测试，基金会想尝试测试对象是否对虚构的人有反应，于是就创造了一个名字为亨利·亚当斯的虚拟人，他的生活故事被写成了一本与 SCP-40期再见吧。